寒冰射手无疑是当前版本最强势的 AD， 已经连续2个版本稳坐 T1 的宝座了。与卡莎、金克斯这类偏向个人操作的射手不同，寒冰更注重团队协作。他凭借着一手全图大招和鹰击长空的视野能力，既能先手开团远程支援，也能依靠平 A 持续施压，堪称功能性与输出能力兼备的经典 ADC。这把寒冰打厄斐琉斯，主要需要依靠对线的小细节，一点一点来积累优势，然后再通过视野与控制来滚起雪球，争取在厄斐琉斯没有成型之前决出胜负。不然后期6成装的厄斐琉斯2个寒冰来了都不一定打得过他。这里看到落绕后，我们直接往后退，在这种位置，就算吃到了他的 W， 厄斐琉斯也是跟不上伤害的。等控制结束之后，开启 Q 技能反压一波厄斐琉斯的血量，提前开个光盾，保证我们的血线。尽管这波我们1打2遭到了先手，但换血处理得当，最终并没有吃亏。时间来到了3分钟，双方辅助都没有上线，而是积极的一直游走支援打野。而厄斐琉斯此时也选择往自家野区靠了一下，我们抓住他离开的时机，在经验等级上已经小小领先。升到了3级之后，学2级 W， 增加自己的打伤害能力。减速到之后，开启 Q 技能持续的输出，先手闪现过程，这样即使厄斐琉斯交了闪现，也会被我们一直黏着 A。最后凭借着凯旋的回血，完美的达到了线杀。这盘我们对线的辅助是洛是一个非常依赖 W 命中率的辅助，因此我们选择先补个草鞋来提升自己的移速。时间来到4分钟，对面 AD 在没有闪现的情况下，我们故意卡住兵线，引诱对方上前，再利用 W 和平 A 的减速黏住厄斐琉斯。这种位置，一个没有位移的 AD 是怎么也跑不掉的。拿下 AD 之后，洛也是没有 W 的，我们有鞋子，豹女有红 buff， 只要平 A 一下减速到，洛这波也是得交代的。豹女这标很准，轻松就拿下了。击杀完洛，推了先后，选择回城。回家之后，鞋子不用着急合成攻速鞋，这里出装就有学问了，因为这盘我们优势比较大，大概率我们会获得抢占先机，就可以升级自己的3级鞋。正常攻速鞋的3级鞋 A 完之后会加移速，而3速鞋的3级鞋在增加了更多移速的基础上，又会将移速转化为适应之力。说直白点，就是买3级的3速鞋，价格更低，跑得更快，而且还能增加攻击力。本身寒冰的出装海妖加绿叉，在开启 Q 技能之后也并不缺攻速的，所以有抢占先机的情况下，寒冰买3速鞋会更强。时间来到8分钟，观察小兵血量之后，直接大英雄清线，为锤石创造出 Q 的机会。可惜锤石选择了先手 E， 错过了最佳的控制时机。如果当时直接出 Q 的话，就算 Q 到的是洛，也可以利用 E 技能去打断洛的位移，配合防御塔也能完成击杀的。在对方下路状态占尽优势的情况下，持续的给我们施压，我们开启 Q 技能进行输出，但锤石因为走位太靠前，被清辉夜宁加点火直接抬走，局势难以挽回。随后赵信出现在了塔后，先 A 下厄斐琉斯，然后再去 A 洛。这样的话，如果对面扛塔就算不失误的情况下，保底换一个，失误的话能换2个。克烈也是及时赶到收下厄斐琉斯。刚才的2v2打得比较吃力，但是我们拿到海妖杀手之后，1v1我们是能轻松压制厄斐琉斯的。中路回到爆发团战，大招不要急着出手，观察战局后，这种位置克烈来得更快，朝洛后退的位置直接释放大招，成功定住在草里接应洛的梅尔。这一剑正是寒冰独有的远程支援的价值。时间来到10分钟，复活后的梅尔在草丛逮住回城的队友，梅尔的大招打出了爆炸的伤害，很想帮队友，但不知道该怎么帮。闪现拉开距离之后，边退边 A， 先收下残血的洛，利用凯旋回一口血，退着走 A， 躲开梅尔技能，观察梅尔抬手的动画，再选择侧着走 A， 继续躲开控制，配合豹女先收下厄斐琉斯。没技能了的法师 ADC 打起来真的就和补兵一样简单了。最后刮了609点伤害，成功完成了收割。这时候我们继续选择推线回城，看到赵信从回道走过来了，保持好距离，别给他直接一倒的身位，回头走位躲开关键的 W， 被出刀后回家刚好买个3速鞋加荒叉，有了3速鞋加我们 W 的减速，洛基本上很难直接抬到我们了，所以只要还在对线期，我们就可以一直利用射程和移速消耗对面，他们也是一点反打的能力都没有的。锤石也是关键一 Q 成功命中，我们 AWA 直接收下洛，再配合豹女完成最后的越塔。至此游戏进行到了13分钟，寒冰的减速留人、全图支援与持续输出的能力得到了完美的发挥。本局对厄斐琉斯的全面压制，正是他作为版本答案的体现。寒冰不依赖极致的爆发，而是通过节奏掌控将功能性转换为致命的武器。从对线压制到视野布控，从精准先手到团战拉扯，他以独特的方式证明，在顶尖的团队协作面前，再强大的后期大核也难以招架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。如果你也喜欢这期内容的话，别忘了点个关注，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。兄弟们，这赛季的峡谷历练含金量是真的高，基本上每一盘都能排到全世界最顶尖的职业选手，和这些顶级玩家同场竞技，打的是真的刺激。这盘我家打野是北川，对面打野也是个超级号，有没有兄弟有情报？这是哪个职业哥？我们这盘下路是寒冰加锤石，对面是卡莎加泰坦。寒冰锤石的优点在于双长手，控制链很足。寒冰有大招，锤石有 QER， 连环控到对面动不了。缺点也很明显，爆发不足，怕被强开。锤石这个英雄看着像硬辅，其实身板和软辅差不多脆，而卡莎加泰坦正好相反，爆发高，先手反手都很强，缺点则是手短。摸清楚这些，对线思路就很清晰了。因为对
对面手短，我们一击直接学 Q， 野满被动之后就直接上前压制。注意泰坦为了保血量学了 W， 这个信息很关键啊。那我们只要保持好距离，不要给他 A 到，就能形成2打1的局面。卡莎进化解了点火，我们靠着行进速度的加速继续追人。此时观察小地图，皇子进了我们家野区，接下来2分钟时间我们就会非常被动的，所以我尽可能的压低对面的血量，最后贪雷发平 A， 被卡莎反手打了个 AQ。最后一波反面案例啊，兄弟们不要学。听完兵线，对面1级泰坦还敢顶兵线往前走，皇子在身后就位了，锤石反手勾中泰坦，但第一时间我没法回头输出的，只能先用闪现躲开皇子的 EQ， 然后再回头反打。锤石也闪现拉开距离，皇子走进中草，导致我们丢掉视野，就只能转头先打脸上的卡莎了。眼看卡莎要 A 出5层被动，我想拉开的，结果被卡莎闪现一发平 A 直接带走了。锤石也被皇子 EQ2 连收下，这波2打3，属实是有点可惜了。好在自家大爷也及时赶到，收下了下路双人组的人头，并且打出了皇子的闪现。红心上线之后，我这打野是从上往下刷的，而皇子是红开刷下的，所以这会儿他大概率一定是在上半区的。一个鹰击长空，精准的拿到了皇子的信息。既然自家大野在下，这波兵线卡住之后，抓对面简直不要太舒服。锤石一哥虽然空了，反而是让对面放松了警惕。泰坦往前一步，我们抓住机会直接开 A， 卡莎敢回头，我们就 A 卡莎。这个位置他们要是直接跑的话，会被我减速一直撵住的。锤石一个 W 直接召唤打野，再次击杀卡莎，拿到战斗先机。这波打完之后，自家的打野就该回上半区去刷野了，所以接下来至少2到3分钟的时间，我们都得玩得稳一些。再用鹰击长空看一下皇子的位置，刚好看见他在弄小龙。不得不说，皇子这波打小龙的时机真的是非常完美。我们下路优势的情况下，还能让他找到机会把龙给控下来了。没有拿到对面信息的时候，我们下路每走的一步都可能会影响到局势，所以我和锤石打得特别小心。确认皇子位置之后，就可以玩得放松一些了。锤石隔墙勾到了泰坦，我们 W 接平 A， 泰坦触发余震之后，我们转火打卡莎，形成卡莎打锤石，我打卡莎的完美生态链。因为锤石也带了余震，卡莎的一套爆发秒不掉他。这波我们顺利的压低了卡莎的血量，兵线送进防御塔，锤石一勾直接给泰坦拽到兵堆里来了。我们平 A 接 Q 重置普攻，这是为数不多提升寒冰打伤害的办法了。泰坦丝血交出闪现，我们 W 减速卡莎，利用行进速率的加速直接进行越塔，闪现再补一发平 A 拿到线杀。这时候我的想法是 A 兵16继续射塔，结果锤石一波骚帅的闪现，一鞭子直接给泰坦抬走。这波闪现是真的帅，我看 ID 我还以为是哪个锤石绝活哥呢。8分钟超冲爆发团战，魔法水晶剑直接逮捕皇子，配合斯巴达和锤石的控制，先手秒掉了对面的打野。寒冰真是为数不多能全图支援的 AD 了。辅助去游走，我们就塔下挂机，不要给机会，利用一技能去探视野，看到卡莎和泰坦的位置之后再上线去补刀。等锤石回到线上，加里奥和安妮又在对面野区打起来了，因为我们有线权，可以比对面下路去得更快。锤石一个爆炸果实直接弹到了皇子脸上，皇子反手 EQ 把我给击飞，卡莎猎手本能也飞进场，加里奥大招及时救场，我们点个灯笼加个护盾，落地还没死，那真得跑了，回头 W 配掉皇子的人头，凯旋回一口血，然后开始拉扯泰坦。没技能了的泰坦只能被当沙包打，看卡莎还在操作，魔法水晶剑直接把他留住，成功在10分钟拿到了团灭。我以为接下来的剧本就是对面15点了，结果皇子再次发难，观察到皇子把 EQ 交了，我们又补出了海妖杀手，虽然寒冰没有爆发，但持续的伤害是真的不低。伴随着飓风精神的一发发平，皇子倒下了，鹰击长空去找下卡莎的位置，被泰坦击飞之后，我们走位拉到墙拐角的位置，他很难勾得到我们。追下泰坦之后，手里有光盾有 Q， 继续逮着卡莎 A， 伴随着海妖杀手的一次次触发，卡莎也难以招架，最终我们成功拿下3杀。虽然这波我们大获全胜，但是皇子对于下路的干克接连不断。14分钟，锤石提前蹲草勾到了泰坦，我们平 AJW 直接原地输出，吃到泰坦的大招，先后吹到安全的距离，锤石也闪过墙，回头再次勾中泰坦，皇子 EQ 盖大招，卡莎猎手本能直接飞进场，我们闪现拉开距离，我们远距离 OB 输出，只要我们跑得比皇子快，他就无路可逃。等队友都就位了，我们再回头输出，不出意外，这波团战就能轻松拿下了。这个版本寒冰真的很强，我最近打峡谷之间也是一直在用它上分，熟练度直接给干到了国服第2。我绝对不是个寒冰绝活哥啊，只是这个版本的寒冰确实比较好上分。好了，如果你也喜欢这类 AD 教学视频的话，别忘了点个关注，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。